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着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那这期影片要跟你分享的是美股 ETF 的入门分析。那我会跟你分享2个免费分析美股 ETF 的网站，你不需要英文很厉害哦，你就可以用得下叫。那你使用这2个网站，你只要花10分钟就可以初步的分析完一档 ETF。那如果你想要精进自己分析美股 ETF 的能力，那我强烈建议你这期影片一定要看到最后哦。如果你是初次来到这个频道的，这频道主要是分享台美股的投资知识。如果你想要脱离台美股投资一无所知的状况，记得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那你也可以追踪我的 IG 或者是脸书，我也会在那边分享我自己投资美股的一些攻略。那我相信对你一定会非常的有帮助。好，那我们马上开始。好，那这期影片我主要会分成3个部分进行讲解。第一个就是什么是 ETF， 第二个就是 ETF 要如何去寻找它的投资灵感，第3个就是ETF 的详细的分析。好，那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 ETF。那 ETF 呢，它又名为交易所交易基金。那顾名思义就是它是一档可以在交易所交易的基金。那基金的特点就是它不会只投资1-2只股票。那一档基金呢，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投资组合，它会有非常多只的股票在里面。那 ETF 呢，它可以使用主动式的选股，也就是让经理人进行选股，也可以使用被动式的选股，也就是它是追踪某一个指数的方式进行选股。那你可以借由投资 ETF 呢，去轻松追踪像是美国整体市场的一个发展，或者是某一个特定领域的成长，都是可以使用 ETF 去达成的一个目标。所以为什么 ETF 这几年这么的盛行呢？因为一般投资人他不需要去分析股票，就可以追踪某一个产业的一个发展哦。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投资 ETF 的话呢，你会面临的哪4个优点和哪3个风险的话呢，你可以点击我上方的影片连结，那我有做更详细的一个介绍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这期影片的第2个重点 ，ETF 的灵感要如何去找寻。这边我跟你分享2个网站，第一个网站叫做 ETF Database， 第二个网站叫做 ETF.com。那这2个网站的连结呢，我都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你们可以直接前往观看。好，那我首先呢，我会使用 ETF Database， 然后呢去进行 ETF 灵感的搜寻，然后呢再来我会使用 ETF.com 来分析一档 ETF。好，那我就来直接示范给大家看哦。好，首先呢，我们先点击下方的影片的连结，然后我们来到了 ETF Database 的一个网站。那这个网站你进来的时候它是全英文的它没有内建中文版，但是我们不用担心我们只要会使用 Google 就可以了。我们按右键，然后这边呢，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好，那我会用哪些部分呢？第一个，我会点这个叫做频道。你点下去的话，你可以看到这边有非常多类型的一些主题。假装呢，你想要找像是加密货币的主题的一个类型，那你就把它点下去，你就可以看到加密货币它的一个相关的一些新闻。那你可以从这边呢去寻找，你要不要投资这个领域？那么往下滑，这边有写到什么？拜登总统希望监管加密货币的交易。所以呢，这个页面就是可以看到非常多有关于加密货币的它的一些新闻报道。好，那你也可以看到其他的什么，像是有股利的或者是像是新兴市场类型的 ETF， 或者像是一些能源类型的 ETF。好，那这边的话呢，你可以看到有哪些领域呢？最近的话呢是比较利好的，那你就可以从这边去了解。好，那我们看完频道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数据库的部分。它有分成非常多的种类第一个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叫做部门它英文意思叫做 sector。我们把这个打开这边有个显示更多，它把 ETF 分成非必需消费性产品跟消费必需品，然后呢活力的话就是能源类，然后金融还有健康保健、工业材料、房地产等等的。那这边的话呢，它就是将这边分成这几个种类。那如果你不想要看这些的话呢，你可以再往下滑这边有叫做行业的部分，有航空国防、汽车还有银行等等的。你再往下滑也可以看到什么金融服务类，还有赌博，还有关于全球暖化的 ETF。是再往下滑你也看到互联网的部分，然后或者是像是太阳能，或是木材运输，或是铀的话呢，就是像是核能类的。那这边的话呢，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你都可以点击右键，然后前往观看。好，那再来的话呢，如果你不喜欢看这些产业类型的 ETF， 你想要看，你要投资某一个地区，那你要怎样去选择呢？这边有一个叫做地区的部分，这边的话呢，它会将 ETF 分成说你是投资在哪一个地区，像是非洲或者是像泛亚，或者是像是欧洲或者是新兴市场拉丁美洲中东、北美等等。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北美的 ETF 它的种类是最多的，
因为美国的 ETF 嘛，它当然发行最多的地方就是在北美嘛。那再来的话，你可以往下看像是说你想要看国家类型的像这边有阿根廷的 ETF， 或者是像是澳大利亚的 ETF、巴西的 ETF 等等的，包含中国啊、加拿大、法国、德国。你看这边就有台湾有关于台湾的 ETF 的话，你就有2档所以你可以在美股去投资台湾的 ETF 也是没有问题的。好，那我们再往下看这个像是债券期限如果你想要投资长期公债、短期或者中期公债的话呢，这边都有非常多的选择可以让你做挑选那如果你是想要投资商品类型，像是你想要投资铝啊、可可豆、咖啡啊等等的，你就可以点这个商品类型的 ETF。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边有2个这2个的话呢，就是属于比较特别的 ETF， 叫做逆的话就是反向型的 ETF， 跟一个叫做杠杆型的 ETF。那这2档 ETF 有什么差别呢？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反向股票的 ETF， 它这边有65档，你把它点进去看一下，你可以看到这边有SQQQ， 是它的第1档 ETF。Inverse 这边它写-3仓，它的意思就是说SQQQ 这档 ETF 它是追踪 QQQ， 然后呢，只要 QQQ 这个 ETF 它上涨 1%， 这个 SQQQ 这档 ETF 呢，它就会下跌 3%， 就是做一个反向型的一个操作。而且它除了反向之外呢，它还有加上杠杆。所以它不止反向，它还有杠杆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 SPXU， 然后它是追踪 SP500 指数的，它是-3仓，也就是说 SPY 它只要下跌 1%， 这档 ETF 它就会上涨 3%， 就是它既反向，然后也是杠杆的 ETF。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另外一个，就是杠杆型的 ETF， 有一个叫做杠杆股本，你把它点击进去。好，那这界面的话呢，我们先介绍第1档 ETF， 它叫做 TQQQ， 跟刚刚的 SQQQ 是不一样的，它是3倍做多，刚刚 SQQQ 呢是3倍做空，所以是相反过来的。那 TQQQ 呢，它就是 QQ 它上涨 1%， 那 TQQQ 它就会上涨 3%。好，那它的3倍做多的话呢，是当日的涨跌幅的3倍。好，那下面还有一档 ETF 叫做 SPXL， 那 SPXL 的话呢，则是3倍做多 S&P500 指数的，也就是 S&P500 指数涨 1%， 那它也就是涨 3% 的意思。好，那这就是2个比较特别的 ETF， 就是包含一个反向型的 ETF 跟杠杆型的 ETF。好，但是呢，这2档 ETF 它的风险都是比较高的。好，那如果你不是非常了解的话呢，我建议大家不要去碰这2种 ETF OK， 好，那你可以继续往下看，那它有一些 ESG 指数的 ETF， 那都可以供你做挑选。好，那假装到现在为止，你已经找到了你想要投资的领域。像是我的话呢，我会比较有兴趣去投资像是能源产业的，因为我觉得2022年能源产业应该是蛮不错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那这时候呢，我要怎么挑选呢？我们就是来找到这个部门的地方。那这边有个活力，那我们就把它点进去。好，它就是有能源类型的一个 ETF。好，那能源类型的 ETF 呢，它是怎样做筛选的？我们把它翻译成右键。它这边写说，能源 ETF 投资于能源产业相关公司的股票，那这些公司呢，要包含石油、天然气，或者是像是一些运输厂商、公用事业等等的运营商，或者是一些替代能源的公司的 ETF， 你才可以被纳入这个能源 ETF 的清单。这些 ETF 一定有投资石油一定有投资天然气等等的一些产业。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有哪些 ETF。第一个就是 XLE， 第二个就是 VDE。那我们要如何去做挑选呢？这边我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一个筛选的一个心法。我们第一个步骤是怎样？我们要找到我们喜欢的一个领域，我们有兴趣的领域。第二个步骤就是你要找到一个好的发行公司。我这边跟大家分享3家公司第一家公司叫做 Vanguard， 它是约翰伯格他所创立的公司。那 Vanguard 这家公司它所发行的 ETF 都是非常非常的经典，而且它的内扣费用都是非常的低。那第二家的话呢，就是 SPDR， 它是道富集团的这家公司那 SPDR 呢，它最著名的一档 ETF 就是 SPY。SPY 的话呢，绝对是大家都知道的一档 ETF， 它是投资美国500大企业的一档 ETF， 是非常棒的一家公司。好，那第3家公司的话呢，叫做 BlackRock， 也就是黑石集团。那它的股票代号的话呢，通常都是 I 开头，就是 iShares 什么的。好，那这3家公司的话呢，他们都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基金公司。为什么要叫你们挑选这些公司呢？因为这些公司他们的营运效率比较好，所以它旗下的 ETF 的内扣费用会比较低，然后呢，折溢价的风险也会比较低，最终指数的话呢，也会比较 match 那个指数的一个走势。那各位伙伴，如果你们不知道要如何去挑选 ETF 的话呢，你们只要挑选这3家公司发行的 ETF， 基本上都不会太差了。第3个重点就是我们要看这档 ETF 它的基金的规模有没有够大。
因为基金规模够大的话呢，就代表说大众非常的喜欢它，所以呢，我们要投资的话呢，就要投资基金规模最大的或是前2大的会比较好。好，那第4个步骤就是成交量要足够。那我认为ETF 它成交量至少要在300万以上会比较适合，因为这样子的话呢，你买卖的话呢，比较不会有太大的一个点差。好，那第5个就是内扣费用的部分。以台股来讲的话呢，大概是 0.48% 到 0.5% 是一个蛮正常的一个 ETF 的区间。但是以美股来讲的话呢，他们的公司通常都非常的大，基金规模也都非常的大，所以它内扣费用通常都可以压到非常的低。那我觉得如果你要投资美股 ETF 的话呢， 0.2% 以下的 ETF 它的内扣费用才算是比较合理的。如果要 0.2% 以上的话呢，我自己都是觉得比较贵。OK， 好，那这就是5个我们挑选 ETF 的一个灵感。好，那我们就一一来看。好，那第1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已经挑选到了，就是我们要选择能源产业的 ETF。那第2个就是我们要挑选优秀的基金公司，第1个就是 Vanguard 嘛，第2个就是 SPDR， 第3个就是黑石集团嘛。我们看到前面这2档 ETF 的话呢 ，XLE 它的发行公司是 SPDR， 那 VDE 的话呢，它的发行公司是 Vanguard，所以说这2档 ETF 都是还蛮不错的。好，那第3个就是我们要挑选基金规模要足够大，我们可以看一下 XLE 它的基金规模是多少。100万、1000万、亿、10亿、100亿，它有392亿美金，是非常非常的大。我来举一例好了，0050它的一个基金规模是72亿美金，但是 XLE 呢，它是392亿美金，所以它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哦。好，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它成交量的部分 ，XLE 它的成交量是多少？1000万、10万、100万、1000万，它有4000万的成交量，所以 XLE 它不管是基金规模还是成交量都是非常的优异的。那 VDE 的话呢，它相对来讲就是少了非常非常多，所以如果要投资的话呢，到现在为止我会比较喜欢投资 XLE。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要来看它的第5个标准，内扣费用的部分。这边有个叫做 expense， 点下去你就可以看到这2档 ETF 它的内扣费用是多少。这边写 ER 就是它的内扣费用，它的 expense ratio 的话呢是多少？是 0.1%， 那 VDE 的话呢也是 0.1%， 所以内扣费用的部分的话呢，这2档 ETF 其实是相差不多的。但是以前面的来讲的话呢，我会比较喜欢去投资 XLE， 所以我们现在把 XLE 这档 ETF 我们来进行一个深入的分析。我们把 XLE 这档 ETF 呢复制下来，我们来到 ETF.com 这条网站，你在这个地方呢输入 XLE， 点击下去之后，你会看到这边有个 XLE ETF Report， 也就是 XLE 相关的一些报告。而点下来的话，你就会来到这界面啦。这界面的话呢，它的一个分析 ETF 的功能，相对于 ETF Database 来讲的话呢，它是优异非常的多的。它这边会先介绍这档 ETF 它的名称是什么，然后呢，以及哪些 ETF 跟这档 ETF 非常的接近。你有没有看到这边就有 VDE， 还有什么 IYE 还有 FENY 等等。所以呢，如果到最后你分析到最后，你发现说 XLE 你不喜欢的话呢，你也可以找其他的 ETF 来做挑选哦。好，那我们再往下看，这边的话呢，它就会详细的去描述这档 ETF 它的一个指数筛选规则。首先这边写 XLE 的基金说明 ，XLE 跟踪标准普尔500指数中美国的能源公司，而且它是用市值加权的方式，所以呢，这档 ETF 它是挑选 S&P 500指数当中的能源公司，然后纳入这个指数当中，然后依照市值去做加选。下面的话呢，有做更详细的一个介绍，它这边就写说 XLE 为一篮子美国能源公司提供流动性的敞口，集中接触该行业的巨头，因为 S&P 500指数不就是美国500大企业吗？所以呢，这里面的公司当然就是巨头嘛，石油、天然气、消耗性燃料以及能源设备还有服务行业的公司。然后呢 XLE 呢将其股票从标准普尔500指数而非整个市场中然后撤出，也就是说它是挑选 S&P 500指数的公司啦，不是挑选整个市场上面的一些能源公司啦。因此其投资组合主要是有利于大盘股，因为它是大型股嘛，对不对？然后呢持股的话呢是按照市值加权，并且采用上限，确保每个季度在平衡中没有一档股票是超过 25%。 这边就把 XLE 它的一个指数筛选规则其实写得蛮清楚的嘛，你应该已经了解说原来这档 ETF 它是怎么样去挑选它的成分股的。好，那我们现在了解了这个指数的一个筛选的一个规则，那我觉得呢，如果我们要详细的去研究一档 ETF， 那我们一定要把它给列下来嘛。所以我们请我们的剪辑师在旁边帮我写下这一档 ETF， 它的名称的话呢是 XLE， 然后呢它的发行公司是哪里？是 SPDR， 然后呢它的指数筛选规则是什么？它从 S&P 500指数当中呢纳入能源产业，然后呢依照市值大小去进行筛选，然后单一成分股呢不能超过 25%。
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它的3个项目嘛。好，那第4个项目我们要看哪一个？我们要看它的发行日期，1998年12月16是它的成立日期。好，那第5个就是我们要了解这档 ETF 它的内扣费用，它的内扣费用是多少？是 0.1%。好，那第6个我们就要了解一下这档 ETF 它的收益分配，就是它股息配发。好，它股息配发现在是 3.04%，其实没有到非常高，也没有到非常低，我觉得 3.04% 的话呢，是一个蛮正常的一个水准哦。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档 ETF 它的一个产业分布，100%的美国的企业，美国的公司，然后呢10大产业的话呢是包含怎样 83.35% 的能源矿业，以及 16.46% 的一个工业服务。所以呢它的产业分布是哪里？就是美国，然后再去加上能源产业。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前10大成分股。那前10大成分股的话呢，第一个艾克森美孚有 22.9%， 第二个就是雪佛龙有 20.8%。好，那其他的部分的话呢，大概就是 5% 以内。好，那前10大成分股呢，加权起来就是 76.26%。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SLE 这档 ETF 它其实是蛮集中在前面几大成分股的。好，那我们看完它的前10大控股，那有些人会想要看这档 ETF 它的一个历年报酬。你看这边它有写说 XLE， 它1个月的报酬、3个月的报酬、1年、3年、5年、10年的报酬。好，那这边的话呢，就是它的平均年化报酬率。好，那我们分析到现在为止，你已经比非常多的投资人都更了解这一档 ETF， 我相信至少超过 90% 以上的投资人。OK， 那我们这期影片呢，就是要跟你分享要如何去投资一档美股的 ETF， 如何去筛选，然后如何去分析它。你看是不是非常的简单？你根本就不需要很会英文嘛。那如果你想要了解如何去投资美股，如何去开户、入金或者是下单等等的，那我有做一个美股入门3天计划。那这个计划呢，在2021年就已经帮助超过了500位的我们这个观众，我们频道的观众去买入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支美股。那我也会将这个计划的连结放在下方的资讯栏。你只要在下方留言栏的地方留言我要投资美股 ETF， 那我就会将折扣码送给你，你就可以免费的参加这个计划咯。那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别忘了点个赞再走。那持续输出不易，那我非常的需要你们的支持。那我是不随手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 Kevin， 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我在这边每周分享有用的投资。好像多讲一句话，再重新重新